2021年3月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。如果你以为考古现场就是黄土、炭方和洛阳铲，这里会让你怀疑自己走错了片场。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上方罩着一座钢结构大棚，大棚里面又隔出4座玻璃方舱，恒温恒湿，温度和湿度由仪器全天候监控，数据一异常就报警。考古人员穿着连身防护服，戴着口罩和手套，先换装再进仓，趴在悬空的多功能工作平台上，脸朝下悬在坑口，1公分1公分地清理坑里的填土，连土样都要装带编号留档。整个现场看起来不像考古工地，更像晶圆厂的无尘室。舱外的人隔着玻璃看，舱里的人隔着仪器看，唯一不设防的是那几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土坑。网络上很快流传出一种说法，三星堆是不是挖到了不敢挖的东西，才连夜盖起棚子遮人耳目？答案刚好相反，不是不敢挖，是挖不动。这个挖不动跟鬼神无关，跟体力也无关，是一笔冷冰冰的技术账。坑里有些东西在地下躺了3000多年安然无恙，一旦接触空气，几个小时内就会开始失水、开裂、变形。那座棚子不是用来挡住外人视线的，是用来挡住空气、阳光和温差的。说白了，棚子防的不是人，是时间。今天我们把这笔账一项一项摊开来算，算保护的账，算年代的账，算还没挖的账。先把几个数字摆在桌面上，8个祭祀坑，600多根象牙，超过14000件编号文物，而这一切只来自整座遗址2/1000的发掘面积。算完你会发现，这座棚子盖得一点都不冤。先从最脆弱的东西算起，象牙。在三星堆的账本里，最贵的不一定是金子，最难的一定是象牙。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坑里，光是象牙就出了600多根，其中3号坑一个坑就叠压了100多根，层层交错，像柴火一样铺在青铜器上面。考古人员得先把象牙一根一根请走，才能碰到下面的铜器。最密的地方，象牙和象牙之间只隔着几公分的填土，硬工具伸不进去，只能用竹刀和毛刷慢慢剔。这些象牙在地下埋了3000多年，早就被地下水泡透了，内部的有机质大量流失，结构跟吸饱水的海绵差不多，全靠水分撑住形状。只要暴露在空气中，水分开始蒸发，象牙表面几个小时内就会出现细小裂纹，接着起皮、剥落、断裂，最后整根粉化成渣，神仙难救。1986年那批象牙的结局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。所以这一次考古队给象牙立的规矩很简单，土可以慢慢清，牙不能多见1分钟光。所以现场的处理流程近乎苛刻，刚露头的象牙第一时间盖上湿毛巾保湿，再裹保鲜膜锁水，正式提取的时候打上高分子绷带，像处理骨折病人一样整根固定托底。几个人同时发力平移出坑，全程不能让它受一点弯折。出坑之后不进普通库房，直接送冷藏库低温保存。有的象牙保水之后沉得像石柱，抬一根要好几个人喊着口令同步走，节奏乱一拍，前功尽弃。从坑口到冷藏库这几百米，是整条保护链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路。这座专门为象牙准备的冷藏库2021年就投入使用，到了2026年，一座全新的恒温恒湿象牙专用库房启用，600多根象牙集体搬家，每一根都有自己的编号、影像和保存档案，状态定期复查。而保护的终点还远远没到，保水古象牙的长期脱水加固，至今仍是世界级难题。没有哪个实验室敢说自己手握成熟方案，三星堆等于一边发掘一边替全世界趟路。你可以把这件事翻译成一句话：挖只要几个星期，保住要花几年、几十年。这就是挖不动的第一层意思，不是铲子下不去，是挖出来以后保不住，那就宁可不挖。象牙还牵出另一个更大的问题，牙从哪里来？几百根象牙对应的是几百头成年大象，这在今天的四川是不可想象的画面。一种解释是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，本地就生活着成规模的象群。另一种解释是古蜀掌握着一条深入西南腹地的长距离交换网络，
象牙是硬通货，一路汇集到广汉，无论哪种成立，都会改写我们对古代西南的想象。前者改写生态史，后者改写交通史，而且这份执念延续到了后来的金沙遗址，那里同样出土了数量惊人的象牙，说明对象牙的崇拜是古蜀信仰里一条贯穿数百年的主线。要理解这座棚子的分量，得把时间倒回去将近100年。1929年前后，广汉农民燕道成在自家宅子附近淘沟引水，一锄头下去，挖出一坑埋藏整齐的玉石器。古董商闻风而动，广汉玉器的名声不胫而走。三星堆第一次露出线索。1934年，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国学者葛维汉带队进场，做了第一次正式的科学发掘，可惜规模有限。1963年，考古学家冯汉骥再率队伍在月亮湾一带发掘，他留下一个大胆的判断：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，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。这句话在当时近乎豪赌，后来被证明字字应验，但受限于时代条件。此后20年发掘始终是小打小闹，都城的全貌无从谈起。真正的引爆点在1986年，那年夏天，当地砖厂工人取土烧砖，一锄头挖到了后来编号1号坑的边缘，碰出了玉器。考古队紧急进场，7月18日到8月14日抢救发掘1号坑，出土金杖、金面罩、青铜人头像等400多件器物。1号坑还没清理完，8月16日2号坑又在旁边冒了出来，发掘持续到9月17日，出土1300多件，其中就包括通高 2.62 米的青铜大立人，宽 1.38 米的纵目青铜面具，还有后来成为镇馆之宝的青铜神树。2个坑2个月，1700多件器物，三星堆一醒惊天下。1988年，三星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但1986年的发掘条件，用今天的眼光看，简直是在走钢索。盛夏露天，砖厂就在旁边照常生产，坑口只能临时搭雨棚，靠塑胶布和竹竿对抗四川的雨。金杖出土那天已近傍晚，为了防止消息走漏节外生枝，考古队连夜清理，连夜转移，人守着文物到天亮。那个年代，连夜是真的连夜，靠的是人钉、灯罩、雨布盖，保护手段跟今天比，约等于裸奔。也正是那次抢救，留下惨痛的教训。2个坑当年同样出了数十根象牙，以当时的技术，出土后迅速失水裂化，能完整保存下来的非常有限。青铜残件就地包扎、装箱、入库，很多在库房一躺就是30多年，直到这次新发掘启动，跨坑拼对，才重新被翻出来对号入座。这笔账，考古界整整记了30多年，记到下一次机会来临的那一天。很多人以为1986年之后三星堆就停了，其实停的只是祭祀坑，城的工作一直没断。80年代末到90年代，考古队把重心转向城圈，逐段确认了东城墙、西城墙、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，一座面积约 3.6 平方公里，城圈层层相套的古城轮廓被一段一段画了出来。三星堆从2个坑升级成一座城。1997年，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，2个坑的文物第一次成体系亮相。至于祭祀区为什么隔了30多年才重启，原因说穿了还是2个字：技术。象牙保不住，丝织品保不住，贸然扩大发掘，等于把灾难从地下搬进库房。直到恒温恒湿方舱这类装备和整套文物保护方案成熟，重启才被排上日程。所以当历史真的给了第2次机会，剧本整个反过来写。2019年底，考古队在1号坑和2号坑旁边重新系统勘探，探出了异常。最先露头的是3号坑，位置就贴着1986年的2号坑。考古人员反复比对才敢确认，当年的抢救性发掘离下一个大坑只有几步之遥。到2020年，6个新的祭祀坑陆续确认，加上原来2个，8个坑的格局成型，而且8个坑挤在一小片区域里，方向一致，排列有序。这一次没有人急着动土。2020年10月正式启动发掘之前，工地上先立起钢结构大棚，棚里建好4座恒温恒湿玻璃方舱，把每个坑或相邻几个坑整个罩住。舱里配了应急保护实验平台、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，
远端控制系统和不间断高清数位记录。文物一出土，几步路就能进实验室做应急处理。考古人员穿防护服不是作秀，是为了避免现代人的皮屑、毛发和微生物污染坑内样本。因为这一轮发掘不只要文物，还要提取土壤里的丝蛋白、植物遗存和动物残留。任何一点现代污染都会毁掉检测结果。人趴在悬空平台上作业，是因为坑内堆积本身就是证据，一个脚印都不能留。出土器物先高清摄影、三维扫描、数位建档，再移交保护组，全程影像可回溯，测年的、看土壤的、验残留物的、做修复的。多学科团队和几十家科研单位挤在同一座棚子底下协同作业，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头一回。考古人员自己说得很直白，这是把田野发掘变成了实验室发掘。换句话说，1986年是文物等技术，等不起，毁了就是毁了。2021年是技术等文物，棚子先盖好，实验室先就位，才准开挖。先盖棚，后动产，顺序颠倒的这一步，就是35年间中国考古最大的一次升级。2021年3月20日，考古中国项目对外发布阶段性成果，首批公布的重要文物就有500多件。到这一轮发掘接近尾声，6个新坑出土的编号文物累计超过14000件，是1986年那2个坑总量的好几倍。整轮野外发掘从2020年10月一路做到2022年，8个坑先后清理见底，接力棒随即交到修复团队手上，被压变形的金面具碎成几百块的青铜器，排柱队进实验室。2023年，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馆，新出土的重器陆续与公众见面。从发现到展出，中间隔住的就是那条漫长的保护链。再来算第2笔账，坑里那些东西本身到底难在哪里？先看青铜神树。1号神树通高 3.96 米，树分3层，每层3只，9只之上各立一只神鸟，树干侧面还有一条头朝下、身体蜿蜒的龙。不少学者认为，它对应古代神话里10日7鱼扶桑的意象，9鸟在树，1鸟当空，是古蜀人对太阳运行的宇宙模型。这么大的青铜器，古蜀工匠是分段铸造再套接组装的，树座、树干、枝条、挂饰分开浇铸，再精确拼合，重心拿捏得稳稳当当，放在3000多年前的世界范围内都是顶级工艺，背后必然有成熟的矿料供应和铸造工坊体系。但它出土时不是一棵树，是一堆碎块，断裂、扭曲、残缺，修复人员经年累月才把它一段一段接回原形。而且树顶构件至今缺失，它原本可能更高。今天的修复也不再靠蛮力，每一块残片先做3维扫描，在电脑里虚拟拼接，确认严丝合缝，才在实物上动手。2021年，新坑又出土神树残件，3号神树的造型初步显露，学者推测同样指向扶桑一类的神树体系。也就是说，古蜀人铸造的可能不止一棵神树，而是一整片青铜神林。站在3000多年前的祭祀现场，那会是什么样的视觉震撼？今天只能靠想象补齐。问题来了，这些神树不是自然损坏的，坑里的青铜器普遍带着砸击、焚烧的痕迹，混住大量灰烬和碳屑。也就是说，3000多年前，有人先把这些国之重器砸碎、烧过，再按某种秩序埋进坑里。学界为此分成好几派，祭祀说认为这是疗祭一类的仪式，把神器献给天地；灭国说认为是征服者在清算前朝的宗庙重器；也有人主张是古蜀人迁都前的自我了断，带不走的神器砸碎埋掉，断了回头路。3种剧本指向3种完全不同的历史，至今没有定论。唯一确定的是，做这件事的人极其从容，器物砸碎了，掩埋却有层次。多个坑里象牙铺在上层，铜器压在下面，还垫着灰烬。这不是仓皇出逃的手笔，更像一场按规矩办完的仪式。然后是黄金。5号坑出土了一张金面具，残存的大半张脸就重约286克，是三星堆迄今发现最大的黄金面具。考古人员推估，如果完整，整件重量还会明显往上加。这张脸出土时被揉成一团，跟废纸差不多。修复人员一点一点回软，
展开、塑形，才让他重新有了五官。展开之后，大家才发现这张脸的比例接近真人，眼眶镂空，鼻梁高挺，是工匠用捶打成型的金皮做出来的，薄得像纸，却撑过了3000多年。加上1986年1号坑那根金杖，杖长约 1.42 米，金皮卷包木心，木心早已碳化，金皮上刻着鱼、鸟和剑形图案，有人解读为鱼福王的徽记。三星堆呈现的是一套以黄金为权力象征的表达系统，而同时期的中原商王朝最高等级的礼器是青铜鼎，黄金只是零星点缀。同一个时代，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，隔着秦岭各玩各的，而且这套黄金传统没有断。三星堆衰落之后，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接棒，同样出土黄金面具和太阳神鸟金饰。学界普遍认为金沙就是三星堆之后古蜀文明的延续。权力搬了家，信仰没换人。新坑里的怪东西还不止这些。8号坑出土了结构复杂的青铜神坛，多层台座上站着小铜人，还有顶着铜尊、人身蛇尾的铜人像。这件铜像本身就是跨坑拼对的成果。残件分埋在不同的坑，隔了30多年在实验室重缝。7号坑出了一件龟背形的网格铜器，网格里扣着一块完整玉器，被戏称为月光宝盒，功能成谜。还有长嘴獠牙的猪鼻龙形器，造型放在今天都算前卫。这些器物在整个中国青铜时代找不到同款，每一件都在追问同一句话：这群人到底在想什么？连坑里的人像都在提问。新发掘辨识出变发和鸡发两类发式的人像，有学者推测这可能对应2个族群，或者神权与王权2套班子。青铜大力人双手环握成中空，握的是象牙，权杖还是玉琮，吵了快40年，还是没有标准答案。更别提那尊纵目面具，眼球呈柱状向外突出16公分，双耳完全展开。有人说他是蚕丛神像，有人说他是古蜀人想象中的天神。他们给了他一双看得比谁都远的眼睛，却没留下一个字解释为什么。第3笔杖断带，这是三星堆跟中原文明对表最拧巴的地方。祭祀坑到底是哪个年代埋的？考古界吵了整整30年，有学者主张商代晚期，有人推到商末周初，甚至有人认为晚到春秋，前后差了好几百年。分歧这么大，是因为坑里的器物风格太混搭。青铜尊、青铜雷是标准的中原和长江流域式样，说明三星堆跟外界有实打实的交流。纵目面具、神树、大力人却是中原完全没有的本地系统。玉琮的形制能追到长江下游的传统，好几个坑的土壤和器物表面甚至检测出丝蛋白信号，说明掩埋当时很可能有丝绸包裹或覆盖。把丝绸在西南的历史证据大幅往前推，再往源头追，三星堆文化的早期陶器能跟成都平原更早的宝墩文化衔接，部分器型又看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子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文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它一边长在本地的根上，一边持续吸收中原和长江流域的养分。器物来源横跨大半个中国，年代自然难断。直到这一轮发掘，答案才落地。考古队从4号坑的灰烬层系统提取碳屑样本做碳14测年，结果显示埋藏年代极大概率在距今3148年到2966年之间，属于商代晚期，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。吵了30年的年代问题被一批碳屑样本盖章结案。更关键的证据是拼对。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残件和8号坑新出土的残件居然能严丝合缝拼成同一件器物。2个坑相隔几十米，埋的是同一批被砸碎的东西，这说明几个坑大概率是同一时段、同一事件的产物。年代对上了，更大的问题却浮出来。一个能铸造 3.96 米神树，拥有黄金面具和夯土城墙的高度文明，跟殷墟同期并存，中原文献里却几乎一片空白。甲骨文里有蜀这个字，语焉不详。近代华阳国志留下一句蜀王蚕丛，其目纵跟纵目面具遥遥呼应，但那已经是1000多年后的追记。更要命的是，8个坑挖到底，没有发现一个能识读的文字。还有一个和中原对不上的地方，
因需有亡灵区，有成体系的贵族墓葬，随葬品排出森严的等级。而三星堆发掘至今，始终没有找到与这座城市量级相匹配的高等级大墓。人都去哪了？王埋在哪里？这在都城考古里是极不寻常的空白。他是谁？从哪里来？为什么在顶峰期把重器砸碎埋掉？断代解决了，身世还整个悬住。最后一笔账最震撼，还剩多少没挖？三星堆遗址的勘探面积约12平方公里，古城城墙合围的核心区约 3.6 平方公里。而从1934年算起，几十年来37次发掘，累计揭露面积约18000平方米，只占遗址总面积的2%左右。把37次发掘摊到将近100年里，平均每年动土的面积不到半个篮球场。换句话说，今天让全世界排队看展的金面具、神树、大力人、象牙，全部来自那2%，剩下的998%还在地下没动过。而且勘探已经给出预告，考古队这些年用系统钻探和地球物理探测给整个遗址建地下档案，钻探像地毯式的针灸，一孔一记录，物探像替大地做断层扫描，先摸清哪里有夯土，哪里有灰坑，再决定铲子落在哪里。月亮湾小城里探明了大型建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，青关山发现了高等级的大型建筑基址，很可能是宫殿级别。2024年公布的新进展里，玉石器作坊得到确认，原料、半成品、废料齐全，证明那些玉器就是本地生产。更有意思的是朝向，这些作坊和建筑基址的方向跟8个祭祀坑，跟整座古城的轴线完全一致，都是西北到东南走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祭祀坑不是孤立的窖藏，而是一座经过整体规划的都城的一部分。宫殿区、作坊区、祭祀区各就各位，秩序井然。坑里埋的是结果，城里藏的才是原因。谁下令砸器，谁主持埋藏，答案大概率就在还没发掘的宫殿区和更多未知遗存底下。下一步的悬念清单其实已经写好，宫殿区的完整布局，青铜器的铸造工坊到底在哪里，可能存在的水路与码头，以及所有人都在等的那一样东西——文字。哪怕只出土一片刻符，三星堆的身世就能翻页。考古队的态度也很明确，发掘会继续，但节奏由保护能力决定。探明的遗存先建档，不具备条件的区域原地封存。那为什么不趁热打铁，一口气把剩下的挖完？因为考古界手里攥着另一份账单。上世纪50年代，明定陵主动发掘，地宫打开，大批娇贵的丝织品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迅速氧化损毁，成了中国考古史上最著名的教训。此后不主动发掘帝王陵成了行规，一直执行到今天。三星堆的逻辑一模一样，象牙、丝绸、漆器，可能存在的更多有机质文物，每一样都在跟氧气赛跑，技术没到位，发掘就等于破坏。地下多躺1年，胜过在库房里烂1年。中国考古这几十年最大的进步之一，就是学会了忍。忍的另一面是准备、保护材料、微环境控制、数位化记录，一项一项补课，补到哪一步才挖到哪一步。所以那座大棚，那4座玻璃方舱，本质上是考古队对地下文明立下的军令状，能保住多少才敢挖出多少，保不住的就留给技术更好的下一代人。把几笔账合起来看，答案已经很清楚了。连夜加盖的保护棚，盖住的不是见不得人的秘密，是600多根一见空气就开裂的象牙，是被砸碎烧过修复经年的青铜神树，是揉成一团。残存部分就重286克的黄金面具，是一段跟中原编年若即若离，至今没有文字自证的3000年身世。8个坑，超过14000件编号文物，只动了整座遗址的2%。从烟道城的那一锄头到玻璃方舱里的悬空平台，将近100年。三星堆教会中国考古的事只有一件，对地下的文明敬畏不是姿态，是流程。不是不敢挖，是挖不动。每往下挖1公分，保护技术就得先往前跑1公里。三星堆真正的谜底不在已经打开的坑里，而在那片还没动土的998%底下，安安静静等技术追上来的那一天。